小伙伴们，通过上节课的学习，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呢？老师，我自己练习了很多，不知道写的好不好。那可以发你的作品到我的邮箱，我给你点评一下。那太好了，我一会儿就去交作业。那老师，今天我们学什么呀？本节课呢要讲解剩余点的写法，认真看老师的演示，再也不用担心写不好啦。扬点，笔向右下压一点，然后轻抬笔，稍微出这个尖，把它写进字里面，看一下效果。所以的乙字演示，这个扬点呢位于乙的中上方。那我们呢先压笔再提笔，注意先压笔再轻抬笔，抬笔向右，那这个字呢就会写得很舒服了。那再写一个必须的必字，那这个点啊先写撇再写勾。那本来呢这个点它是一个左点，那因为字形的需要呢就变成了一个扬点。大家练习时呢要按照我演示的笔顺去写。老师，扬点是不是都这么写？我们在这里呢演示的是欧阳询的扬点的写法，那在其他字中啊可能还有一些小变化，比如这两个都是扬点，但为的点呢就先向下压笔，再向右上提笔，乙是向右压笔，再向右上提笔，压笔的方向不同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横点。横点它跟短横啊是差不多的，主要区别呢是在于它们的位置上，在点的位置呢就是横点，在横的位置呢就是短横。接下来我们看演示，边这个字的点呢就写成了横点。欧阳询比较喜欢用横点，这个字啊，在别的书法家那里可能写成这样的点，但欧体这个点呢，就变成了短横。注意户字这一个点呢，要比第一个横要短，不能长于短横，毕竟它是一个点。下一个字更具代表性了，义。大家先想一下，哪些变成了横点？上面这个雨字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点变成了横点，那我们呢就要在写的时候注意它们的长短。哇，老师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点变成横了，长知识了吧？这样呢，大家就不会认错字了，也不会觉得书法家写错字了。那咱们接着看刚刚提到的竖点是怎么写的。先向右轻压笔，轻抬笔，转笔向下行笔，轻提笔。这个点呢有两种容易写错的地方，一是入笔不能太长，另外也不能入笔写得过圆。
欧体以方笔为主。望它的第一个点呢，就是竖点，要写出它的方笔入笔的感觉。方的第一个点也是竖点，先写这个横折钩，再写撇。这个竖点还真是不好写呀。是的，书法呢要首先有正确的方法，然后呢就是要靠大家的不断努力啦。最后呢，咱们学习一下撇点。首先看横撇点，向右下压笔，再逆笔向左再收笔。但向左放出笔，收不住就不对了。竖撇点呢，就好似写一个小短竖，这里有两种写法，一个是倾向右下压笔，再向下行笔；另一个是先轻入笔，快结束的时候压笔，慢慢收笔。看一下令字中用的哪个竖撇点。本身的令字最后一点是点，但写成第二种竖撇点后呢，就显得这个字很精神。很多同学在写三点水的时候呢，都觉得特别的难。其实综合本节课的知识，三点水呢就是一个横撇点、一个竖撇点和一个提组成的。容易出错的就是这个提一定要朝向第一个点的驻笔处。三点水掌握了，自然能举一反三写出两点水，一个横撇点，一个提就是两点水。右半部分又跟之前学的永字有一些相似之处。写好这个水要注意左边不靠竖，右边一定要靠竖。哇，这节课又学了好多知识，我要赶紧回去练习一下。是的，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，就能让你的字提高一大截。同时你想进步的快，就可以把作品发到我的邮箱，我会及时给大家反馈。想提高自己书法的小伙伴，我们下节课见。